天暖和了，要開化了，感覺現在東北家庭都在幹一個事兒，就是想着把陽台上凍貨吃了。這些箱子這禮拜必須全幹掉，要我媽又該琢磨買冰櫃了。我爸頭兩天挖了個1米多的雪窖，但他整這玩意兒太嚴謹了，他怕有耗子，就在上面澆了2層冰，這開採難度太大了，趕他媽挖礦了。我就這麼打個比方吧，要是天一直冷，他這玩意兒不比保溫櫃差。焦帶魚一冬天都沒人願意收拾它，開春了實在躲過去了，讓我脖肚分離了，魚頭剁椒蒸了，脖子以下鐵鍋燉了。這排骨因為花紋好看，我媽一直沒捨得吃，結果凍風乾了，再不吃就得餵狗了。還做了壽喜燒和固蛇塊，正好借着他倆把冰箱裡剩青菜打發了。完今天給去年種的瓜子炒了，我再炒就覺得腿肚灌風，我寻思我怎麼熏成這樣了，完一看是褲子燒漏了，這事兒整的他媽鍋沒10幾回，褲子燒壞倆了。來吧，吃香香了，固鵝、煎皮、汁蝦、排筍、叉肉、德魚、剁頭、烤魚、瘦燒，看没看着？這個最有心眼，在那趴上坐哪最合適呢？那叫一個肥沃的土地不長草，聰明的腦袋它不長毛啊！完今天買了一箱橘子，砂糖橘應該是明年見了，現在開始炫爬乾了，然後把灌那些乾腸都塑封了。我本來其實剩挺多呢，我建議拆箱看没剩多少啊，趕緊先抓了一袋，把之前中獎那個姐們都給寄走了。10天之前還是這麼一大盆呢，現在就剩下這麼一點了，但我估計這10來斤也夠吃到夏天的了。那人不就這樣嗎？多的時候使勁吃，越剩少了開始越不捨得吃了，放到最後全他媽壞了。哎呦啊，這汆鍋底兒也沒有酸菜呀！天冷了，我爸招了汆鍋底兒，早上他安排我去買海鮮，他買酸菜。我說咱倆一起去買海鮮唄，他說不行，買酸菜重要，買不好容易臭了。哎呀，他那點養老金都要捂出蛆来了，我就納悶，我一個獨生子，他怎麼想不明白呢？還是我媽實在，我買東西回來發現她給我找個這麼大盆，我說我也不是上貨去了，至於嗎？但這個盆我真相中了，我老了洗澡肯定能用上。來吧，吃香香了，東北的海鮮汆鍋底兒了解一下。我實在沒想到這大鐵鍋居然有小的那一天，這只沒擠進去的讓我們包餃子了，這只一直在鍋裡煮着，主要是給酸菜借借味兒。這只是我姑，大夥都在那吃蝦呢，她幹一盆蝦片。好在我弟沒隨他呀，上來就問我今天是不是手把蝦，這家伙3口1只蝦，吃得自己直上頭，完了又乾一瓶外星人电解質水，這玩意兒0糖0卡不怕胖，還能快速補充水分和電解質。你說吃着海鮮喝着外星人，1斤稱不長，你說氣人不氣人？我們家這些活爹呀，說願意吃餃子，全回屋包餃子去了。時間過得飛快呀，他們再出來天都黑了。这外面又黑又冷，我說今天到這吧，這給我二哥急的呀，說別介呀，生蠔還沒下呢。你說他包2個小時餃子，他不惦記，他惦記外面那點生蠔。這幫夜貓子越吃越餓呀，這羊肉餡和螃蟹餡都汆成丸子了，這盤白肉也全下來了，就連這痛風的餃子湯都呼呼喝呀。我說這不是向往的生活嗎？我爸問我啥意思，我說就一堆城裡人跑山裡冻得嘶哈的，還整挺快樂那出的意思。我最近收着一份超大的快遞，是我一個賣海鮮的朋友在听說我愛吃蝦乾之後給我寄了200斤活蝦。我收着快遞的時候都懵了，我尋思從來也沒見過誰給人送吃的直接送原材料的呀。那我心說這不只是活蝦呀，這不他媽純是我活爹嗎？但是蝦都到了也來不及骂街了，就只能硬着頭皮幹了。這些蝦我們處理的老仔細了，每只都摳了脓包和蝦線，而且為了能保證成品盡量完整，我們是從蝦脖子那摳了個小縫，擠的那個脓包，完了再把那蝦線連根拔出來。要是拽折了，還得用牙籤把剩的蝦線再挑出來。這200斤蝦大概得有2700-800只，那處理完之後给我們手都要扎爛了。不過煮蝦的時候實在是太滿足了，我從來沒聞過這麼鮮的味兒，相當於是一鍋湯裡煮了3000只蝦，那屋裡那味兒濃的呀，我感覺誰要是狠身喘一口大氣兒，當場就得痛風。这些煮好的蝦放到烤箱裡慢慢烤酥就行了。完了看爐的时候没啥事儿，玩手机正好刷着一個官方的今天活動，稀里糊塗點了2下就中了一個2024，沒想到連轉發拉人的套路都沒有，2000多直接就提到微信了，估計是新出的活動，中獎概率高。鏈接我放在評論區置頂了，能點開就是能參加，反正也不花錢，你們要沒啥事兒也可以去試試運氣。
但是烤蝦這事兒確實比我想象的要麻煩一點，烘乾箱出一鍋得15、16個小時，烤箱最快也得3、4個小時，完了還得翻好幾次面。我一共準備了3個烘乾箱、6個烤箱，還有2微波爐，根本就打不開點。我尋思這玩意兒塞裡就好呢，沒想到還是個挺熬人的活。後來到半夜的時候實在挺不住了，還有20斤沒裝進去，我們這尋思都把它們吃了，那結果呀，好像没給自己撐吐了。這些蝦整整烤了1天1宿，到最後200斤蝦就烤出了40斤蝦乾，這個縮水率我覺得還是挺誇張的。但是烤完了，真的跟那些賣300多一斤的蝦乾是一樣的，就外皮都烤酥了，一咬就成渣。蝦肉是那種像比较乾的魷魚絲似的口感，就越嚼越有滋味，完了還能吃出來蝦的鮮甜。除了原味呢，我們還做了點椒鹽和香辣的，我感覺哪味都挺好吃。也正是因為这蝦乾給我吃嗨了，我現在覺得其實有一個亂記原材料的朋友也沒什麼不好的。虽然我每次去他家买海鮮，他多少都得差我点秤。我今天早上给我奶去送点水果，问我奶说这2天有点牙疼，晚上要有饭的话整点软和的，但是特意强調了啊，是牙疼不是胃疼，肘子別耽誤了，燉爛乎點就行。最近蓮藕不錯，給我奶做了一盤鮮藕丸子，這個真特別好吃，你沒有孫子也讓他給你做一下子。完了蒸了不少金頭巴腦餡的包子，給我奶壓的都非常爛乎，沒牙也能吃。我一點不撒謊，我們同學聽說有這包子，打3個小時出溜滑來的，着急忙慌吃了4個包子，又打3個小時出溜滑回去了。下大雪了，給奶多囤點口糧，炒了一個古早蛋糕，正好泡着奶吃，還炒了一盤肉鬆。就這點肉鬆，我弟撅那扒了2個多小時，我站那炒了1個多小時。我說奶呀，孫子和外孫子不能做到更多了，倆20多歲大小伙子折腰給你炒的呀。頭2天給錢老丈郵了200斤大米，換回來這個豉汁鳳爪的配方。完了，看我那大米挺值錢，有點不好意思，又在京東超市給我買了1箱生食雞蛋和1箱乾拌飯。這生食雞蛋直接敲碎了就能吃，生產過程有非常嚴格的標準。咱說買生活用品和新潮好物，那必是逛京東超市啊。第一至11塊1毛1呢，那叫美好生活一站式，京東超市超省事兒。我弟說這乾拌飯給我留着半夜吃吧，沒想到這麼多年過去了，你錢老丈人還挺懂我。來吧，吃香香了，肉蛋豆、金巴包、湯肘、排玉糊、肉土泥、豉爪、蝦西、藕丸、松、骨糕、疙湯，這就往奶家去了啊！看看那肘子能不能治一手我奶这牙。我今天领你們看看我大哈爾濱的冰糖萬物啊！先看一手冰糖大樹，再看看這個冰糖樹葉子，還有冰糖早餐車、冰糖大鐵門、冰糖小路燈、冰糖電線。這一口是枸杞親測啊，說還沒太到時候，稍微有點淡。那些說要來哈爾濱找我幹飯的朋友們，抓緊吧！就這麼說吧，雪已經不小了，我和大哥都準備好了。哎呀，餓呀，不知道吃啥呀，我都刷了3個小時了，就想出倆菜，跟他媽屁崩的似的。但是這個屁崩的我，那是如雷貫耳，醍醐灌頂，如夢方醒，那個如痴如醉。這水平咋樣？小學畢業證憑沒人考的，尋咋回事呢？這一下可是給我崩悟了，我不知道吃啥下飯，我直接吃燴飯就得了唄。但燴飯這玩意兒吧，有點意思，在我家這不就是剩菜泡飯嗎？哎，那不他媽折羅嗎？哎呀媽呀，折羅搖身一變成網紅了。有首老歌唱得好啊，不是你不明白，是他媽世界變化快呀。這倆就是我撲出來的那倆菜，一個是一咬會爆汁的煎豆腐，一個是用25個蛋黃炒出來的小雞翅。哎，這倆都好吃，但你外賣可能買不着啊。我再普及2個生活小常識啊。第一是茄子香不一定油大，但肉多茄子必香。第二是炸完東西的油可以趁熱喝了，因為原湯化原食啊。來吧，吃香香了，焦蝦、番肥燴、黃翅、香麩、墨茄。媽呀，坐着我才發現菜咋都一個色兒呢？哎，你看這老小子拿手機要照照片，完發朋友圈了，說哎呀我好累呀，我又做了這麼多菜呀。他媽現在一撅屁股都知道拉幾個糞袋。我問一下子，是不是大夥都這樣啊？做飯不知道做啥，出門不知道吃啥，外賣不知道選啥。看了一圈美食視頻之後，最後泡了個方便麵。更可氣的是，我以為倆人能商量商量呢，但是我上一秒看我弟那個手機橫着，還在那嘎嘎笑呢，下一秒眯眯個眼睛說困了，告訴我嘿嘿隨便整啥吃啥，隨便。我他媽，哎，你說他這個死出像不像你那個栽歪在沙發上生活不能自理的對象？來吧，我這個燉豆角有點東西，因為你得在五花肉裡挑豆角吃。我又在冰箱裡翻出了2斤鱿魚鬚，感覺得買7、8年了，給它扒拉出來得了。還有這個解決隨便的最好辦法，你把你家楼道你那個牆皮摳下來拌裡都好吃的新疆大盤雞。最後把昨天剩的倆菜热热，混成一鍋面條，管咋的，這是頓正經飯呢。
來看看今天的隨便啊，椒鹽魷魚須、炸魷魚圈、大盤雞、五花肉燉豆角、紅燒肉面條、原湯牛肉面條。我坐到這兒，我這個爹跟我說的第一句話是：哥，為啥沒整個鍋包肉啊？你看沒看着他這個死出像不像你那個對象？淨幹的沒屁疙瘩嗓，還死来奶事兒。